小文，你真的太好了，这次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王彤接过转账记录截图，眼睛亮得出奇。我保证3个月就把钱还给你，说不定还能分你一杯羹呢。我微笑着点头，目光却与丈夫王大为短暂相接，他的眼神闪烁，有些许不安。彤彤，姐夫和你嫂子也不容易。王母在一旁温声提醒，一定要记得按时还钱。知道了，妈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王彤不耐烦地撇撇嘴，随即又对我甜甜一笑。嫂子，谢谢你信任我。我轻轻叹了口气，笑容依旧。家人之间不就该互相帮助吗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林小文，今年32岁，是一家跨国公司的市场总监。5年前，我嫁给了王大伟，一个温柔体贴但优柔寡断的男人。婚后的日子并非我想象中的甜蜜和谐，最大的问题不是来自我们夫妻之间，而是来自他的原生家庭。王家是典型的传统家庭，父母将女儿视为掌上明珠，对儿子则寄予厚望，却常常苛责。在他们的观念里，儿媳妇嫁入王家就应该以王家利益为先，但同时我又永远被视为外人。这种矛盾的态度让我在这个家庭中始终无法找到归属感。那天是周末，我们夫妻俩正在家中休息，突然接到王彤的电话，说有急事要来家里谈。半小时后，他风风火火地出现在我们家门口，一进门就兴奋地说有个绝佳的投资机会，但需要启动资金。哥，嫂子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次真的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王彤坐在我们客厅的沙发上，眼睛放光。我一个朋友在做跨境电商，现在缺一笔资金采购货源，利润至少翻一番，3个月就能回本。王大为显得有些犹豫。彤彤，这种事情靠谱吗？创业风险很大的。当然靠谱了。王彤不满地撅起嘴，我朋友已经做了2年了，一直很稳定，这次是扩大规模。本来他想找外人合作的，我想着机会这么好，干嘛让外人占便宜，不如自家人一起做。我心里有些疑虑。王彤以前也有过类似的好机会，结果都不了了之，但看着丈夫期待的眼神，我明白他希望我能够支持他的妹妹。具体需要多少钱？我直截了当地问。10万就够了。王彤迅速回答，我保证3个月内还清，而且如果赚了钱，一定分你们一部分。我和王大伟对视一眼，我能从他眼中读出请求。这并不是第一次王彤向我们借钱，以前也有过几次小额借款，但都拖拖拉拉才还清。10万元不是小数目，是我们半年的房贷。彤彤，这笔钱对我们来说也不少。我缓缓开口，如果借给你，我们最近的一些计划可能要推迟了。王彤立刻露出委屈的表情。嫂子，我知道这笔钱不少，但我真的很需要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按时还，绝对不会让你们为难的。看着他恳切的眼神，再加上王大伟期待的目光，我最终同意了。当天，我就给王彤赚了10万元。他千恩万谢地离开后，王大伟感激地握住我的手。小文，谢谢你，彤彤一直把你当亲姐姐看待，你对她这么好，我真的很感动。我勉强笑了笑，希望这次她能言而有信吧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王彤偶尔会发来一些所谓的项目进展，说货物已经采购完毕，正在销售中，一切顺利。我本来就忙于工作，也没太在意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转眼间3个月的期限到了。
王彤却没有任何还钱的迹象。第4个月初，我试探性地给王彤发了条信息，询问项目进展如何。他回复说市场行情有波动，销售遇到了一些困难，请再给他一点时间。我将这件事告诉了王大伟，他安慰我说再等等，妹妹不会食言的。又过了1个月，我再次询问时，王彤干脆不回复信息了，我只好打电话给他，但他要么说在忙，要么直接不接。这种躲避的态度让我非常失望。大伟，我觉得你应该跟彤彤谈谈了。一天晚上，我认真地对丈夫说，都快半年了，不仅钱没还，连个说法都没有。王大伟露出为难的表情。小文，我知道你着急，但彤彤确实可能遇到困难了，她是我妹妹，我们能不能再宽限一些时间？大伟，这不是时间的问题，而是态度的问题。我有些生气，如果她真的遇到困难，为什么不坦诚地告诉我们？为什么要一直躲避？王大伟叹了口气，我会找个时间和她谈谈的，但这个时间一拖再拖。王大伟始终没有真正去跟妹妹认真谈这件事，我心里的不满越积越多，但看在丈夫的面子上，我没有直接找王彤对峙。就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中，王家父母打来电话，说周末要在家里举行一个小型家庭聚餐，让我们夫妻俩一定要回去。我本来不太想去，但王大伟恳求我给他一个面子，我只好答应了。周6下午，我们来到王家老宅，推开门，发现王彤已经在那里了。看到我们进来，他假装热情地打招呼，但明显避开了我的眼神。小文来了，快坐，饭菜马上就好。王母热情地招呼我，仿佛一切都很正常。聚餐开始后，王父突然提起，彤彤最近不是在做什么项目吗？进展怎么样了？我的心猛地一跳，竖起耳朵等待王彤的回答。还行吧，王彤含糊地说，市场竞争大，没想象中那么顺利，投资本来就有风险。王母接话道，不顺利也是正常的，慢慢来。我忍不住问道，那投资的钱呢？有没有收回来？餐桌上一下子安静了。王彤低下头，轻声说，项目失败了，钱大部分都亏掉了。我感到一股热血涌上头顶，半年来的躲避和沉默，就为了今天这句轻飘飘的亏掉了。彤彤，你之前借了小文10万，总该有个说法吧？出乎我意料的是，王大伟开口了，语气虽然温和，但态度却很坚定。王彤显得有些惊讶，似乎没想到平时对他100%顺的哥哥会在这个时候提起这件事。他支支吾吾地说，我知道，我正打算跟嫂子谈这件事呢。说完，他拿出手机摆弄了一会儿，然后抬头对我说，嫂子，我已经给你转了3万，剩下的钱我会尽快想办法的。我的手机立刻收到了转账通知，3万元，只有借款的1/3。彤彤真懂事，知道先还一部分。王母笑着说，小文，你们也别着急，自家人嘛，慢慢还就是了。王父也点点头，是啊，彤彤现在工作也不容易，能还3万已经很不错了。我心里一阵苦涩，10万元对我和王大伟来说不是小数目，我们为此推迟了好几个生活计划，而现在王彤轻描淡写的只还了3万，王家父母还觉得我应该感激他有心。谢谢彤彤，我强忍着情绪露出一个微笑。不过约定就是约定，剩下的7万什么时候能还呢？餐桌上又是一阵尴尬的沉默。小文，王母轻声说，彤彤也不容易，她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工作，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。再说了，
自家人借钱，哪有那么计较的？我刚想反驳，王大伟在桌下轻轻捏了捏我的手，示意我不要继续这个话题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决定暂时放下。饭后，王彤兴高采烈地向大家展示他新买的名牌包和手表，看着那些价值不菲的奢侈品，我的心一点点冷了下来。他说项目失败，钱亏掉了，但显然他的生活质量一点也没有下降。彤彤，这包真漂亮，多少钱啊？王母爱怜地摸着那个包，打折的时候买的，也就1万多点。王彤满不在乎地说：1万多，加上那块手表，至少2、3万。我忽然明白了，他还给我的3万元，很可能转手就用来买这些奢侈品了。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一条短信。我拿出来一看，是弟弟林建国发来的：姐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我不能接受你的帮助，我会自己想办法解决的。这条短信让我有些意外。3天前，我偶然从一个共同的朋友那里得知，弟弟的创业项目遇到了资金周转困难，他一直瞒着家人，不想让我们担心。我暗中调查了一下，发现他的项目其实很有前景，只是暂时遇到了瓶颈。昨天，我主动给他打电话，提出可以帮他渡过难关，但他坚决拒绝了。看着这条短信，再看看眼前炫耀奢侈品的王彤，我心中忽然有了一个决定。彤彤，新包真漂亮。我微笑着说，看来你最近经济状况还不错嘛。王彤脸色有些不自然，还好吧，这些都是之前积攒的钱买的。那你的项目到底是怎么失败的呢？我继续问道，语气依然平和。能具体说说吗？王彤明显被问住了。就是市场不好，竞争太激烈，总之很复杂。哦，我还以为你真的遇到了什么重大困难呢。我轻声说，同时拿出手机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操作了几下。小文，你在干什么？王大伟好奇地问。没什么，我微笑着说，就是刚刚给我弟弟赚了20万。话音刚落，整个客厅顿时静得可怕。王彤的脸色变得煞白，王父王母震惊地看着我，连王大伟也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你给你弟弟赚了20万？王大伟结结巴巴地问。我点点头，把转账成功的截图展示给大家看。是啊，我弟弟创业遇到了一些困难，需要资金周转。他其实不愿意接受我的帮助，非常坚持自己解决，但我相信他的能力和人品，所以决定支持他。可是，王母似乎找不到合适的话来表达她的震惊和不满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故作疑惑地问。王父终于找回了声音。小文，你弟弟借20万，你就直接给了。彤彤借10万还了3万，你就追着问剩下的7万什么时候还？这是不是太什么？我平静地反问。太偏心吗？我不这么认为。我弟弟从来没有向我借过钱，这次是我主动提出帮助的，而且我相信他一定会用这笔钱做正确的事情，并在有能力的时候归还。我停顿了一下，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。至于彤彤，他借钱时信誓旦旦保证3个月还清，结果半年过去了才还了30%，还避而不见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明明有钱买奢侈品，却说项目失败还不了钱，这难道不值得怀疑吗？王彤的脸涨得通红，又羞又恼。嫂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买包是我自己的事，和借你的钱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我依然保持着平静的语气。当你借钱的时候，偿还债务应该是你的首要责任，而不是购买不必要的奢侈品，这是最基本的诚信问题。王父王母脸上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。
既有愤怒，又有尴尬。王大伟则显得非常为难，目光在我和家人之间来回游移。我不明白，我继续说道：为什么在王家，彤彤借钱不还是情有可原的，而我帮助自己的亲弟弟却需要解释？是不是在你们眼中，我永远都是个外人？这句话仿佛一记重锤，击中了在场所有人。王父王母低下了头，王彤咬着嘴唇不说话，连王大伟也显得愧疚不已。小文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王母弱弱的辩解，我知道你们没有恶意。我的语气软化了一些，但这种无意识的偏心和不公平已经让我感到疲惫和心寒了。家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诚信和尊重。没有这两点，再亲密的关系也会变质。王大伟终于开口了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他站在了我这一边。妈，爸，小文说得对，这些年来，小文帮了我们家很多，但我们总是理所当然的接受，从来没有真正尊重过他的感受。彤彤，你也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了。看着丈夫坚定的表情，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这是5年婚姻中，他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支持我，向自己的原生家庭表明立场。之后的氛围变得有些沉重。我和王大伟没有久留，借口有事提前离开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们都沉默不语，直到进了家门，王大伟才紧紧抱住我。对不起，小文，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。他的声音里带着深深的愧疚。我靠在他肩膀上，终于释放出积压已久的情绪。我只希望被平等对待，仅此而已。我明白了。王大伟轻抚着我的后背，从今以后，我会更坚定地站在你这一边。我们是一家人，应该共同面对一切。那晚之后，王家的氛围确实有了微妙的变化。王彤主动给我发来信息，承诺会尽快还清剩下的钱。王父王母也变得更加尊重我的意见和决定。最让我感动的是王大伟，他开始学着在家庭关系中找到平衡，既爱护自己的原生家庭，又坚定地维护我们小家庭的边界。至于我弟弟，他最初确实拒绝了那笔钱，但在我的坚持下，他最终接受了15万作为周转资金。令人欣喜的是，半年后，他的项目获得了突破，不仅归还了我全部的钱，还额外多给了5万作为感谢。2个月后，王彤如约还清了剩下的7万元。他发来转账时，附带了一条长长的道歉信息。嫂子，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反思自己的行为。那天在爸妈家里，你的话让我醒悟了，我确实太自私，把借来的钱当成理所当然，甚至用它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真的很抱歉让你和我哥失望了。这次我动用了自己的一些积蓄，又向朋友借了一点，总算凑齐了7万元。希望你能原谅我之前的不懂事。我看着这段文字，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这笔钱对我们夫妻来说，数额并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一起重新定义了家庭关系的边界。彤彤把钱还清了。王大伟从书房出来，看到我盯着手机出神，我点点头，是啊，全部还清了，还发了长篇大论道歉。王大伟走过来，搂住我的肩膀，看来那天的风波确实让他成长了不少，希望是真的成长，而不只是一时的愧疚。我靠在丈夫身上，轻声说道：对了，林建国的项目进展如何？王大伟关切地问。我弟弟的创业项目在得到资金支持后，确实走上了正轨，很顺利。他上周告诉我，已经接到了一个大订单，如果完成得好，公司很快就能扭亏为盈了。
我不禁为弟弟感到骄傲，他是个有责任心的人，从不辜负别人的信任。王大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说实话，我一直以为家人之间的借贷不必那么计较，但经过这件事，我才意识到，正因为是家人，更应该诚信守约。是啊，我轻叹一声，诚信和尊重是维系任何关系的基础，家人之间更是如此。就在我们谈话时，手机又响起了信息提示音，是王母发来的消息，邀请我们下周末去家里吃饭。妈说下周有个惊喜要宣布，希望我们一定要去。王大伟看完消息对我说：“你觉得是什么事？”我摇摇头，不知道，希望是好消息吧。经历了上次的风波，我和王家的关系虽然有所改善，但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。我不再刻意迎合他们的期望，而是以更真实的自我与他们相处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这种改变反而让我和王家的关系变得更加健康。王父王母开始尊重我的边界，不再过度干预我和王大伟的生活。王彤也变得更加克制，不再动不动就向我们伸手要钱。下周末，我们如约来到王家，推开门，发现家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，除了王彤，还有王大伟的姑姑、舅舅等亲戚。小文来了，王母热情地招呼我。比起以前，她的态度多了几分真诚。我微笑着向大家问好，目光落在了客厅角落里的一个陌生男子身上。他30出头，穿着得体，气质温和，正在和王彤有说有笑。注意到我的视线，王彤拉着那个男人走了过来。嫂子，哥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李明，我的男朋友。王彤说到男朋友3个字时，脸上泛起了红晕，看起来格外羞涩，完全不像平时那个大大咧咧的样子。你好，久仰大名。李明彬彬有礼地向我们伸出手。彤彤经常提起你们，我和王大伟与他握手寒暄，我不禁多打量了他几眼。这个李明看起来非常靠谱，言谈举止间透露出一种成熟稳重的气质，与王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李明是建筑设计师，王彤骄傲地介绍。我们认识快1年了，我有些惊讶，1年了，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？王彤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我想等关系稳定了再告诉大家，其实我们已经在考虑结婚的事情了。这个消息确实让我和王大伟都吃了一惊。在我们的印象中，王彤一直是那个不愿负责、只顾享乐的小女孩，她居然已经开始考虑婚姻，这意味着她真的在成长。晚餐时，王父满面红光地举起酒杯，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，主要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彤彤和李明准备订婚了。众人纷纷鼓掌祝贺，气氛一片热烈。李明家条件很好，人品也没得说，彤彤这次可算找到好归宿了。王母欣慰地说着，眼角泛起了泪光。我默默观察着李明，他确实给人一种他是可靠的感觉，与王彤处处搭配得当，举止间流露出对他的疼爱和尊重。席间，李明主动向我敬酒。嫂子，彤彤经常说，是你让他明白了什么是责任和诚信，他很感激你的严厉，也很珍视你们的亲情。我有些诧异，他这么说。李明点点头，是的，其实我们认识的时候，彤彤还是那种没心没肺的性格，但自从那次你知道的借钱的事情之后，他真的变了很多。所以你知道那件事？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知道。李明认真地说，彤彤把一切都告诉了我，包括他如何不负责任的借钱不还，又如何被你的行动震撼到。正是那件事，
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态度。看着李明真诚的眼神，我突然有了一种欣慰感。原来我的那次反击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出气，还在无意中促使了王彤的成长。说实话，如果没有那次事件，我可能不会和彤彤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李明继续说，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有担当、懂得责任的伴侣，而不是一个只知道花钱享乐的女孩。彤彤的改变让我看到了她的潜力。我微微一笑，那我要恭喜你找到了一个好伴侣，也恭喜彤彤遇到了你这样一个明白人。晚餐结束后，王彤拉着我到阳台上单独聊天，夜风轻拂，星光点点，他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成熟。嫂子，我一直想好好谢谢你。王彤认真地说，如果不是你当时的举动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。我看着他，你真的变了很多。是啊，我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。王彤笑了笑，以前的我只知道花钱享乐，从不考虑后果。但自从那天你当着全家人的面给你弟弟转账，我才猛然醒悟，原来被人信任是一种多么宝贵的资源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，更重要的是，通过这件事，我遇到了李明，他是第一个不迁就我任性的男人，也是第一个让我愿意为之改变的人。看着王彤闪闪发光的眼睛，我知道他是真心实意的。人的成长有时候就是这样，需要一个契机，一次震撼，才能触发内心深处的改变。我很高兴你找到了自己的幸福，我真诚地祝福道。王彤突然紧紧抱住了我，谢谢你，嫂子，谢谢你当初的严厉，也谢谢你现在的宽容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把和王彤的对话告诉了王大伟，他听完后握紧了我的手。看来有时候适当的冲突反而能让关系更加健康。王大伟感慨道。我点点头，关键是冲突后的调整和成长。如果大家都能从中吸取教训，反而是好事。转眼又是半年过去，我弟弟林建国的公司终于迎来了转机。那天，他兴冲冲地来到我们家，手里提着一瓶昂贵的红酒和一个精致的礼盒。姐夫，好消息！他一进门就高兴地宣布，我们公司拿到了一轮融资，估值超过2000万。我和王大伟都为他感到高兴，这意味着他的创业项目终于得到了市场的认可。太棒了！我由衷地为弟弟感到骄傲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。林建国放下酒和礼盒，正色道：姐，如果不是你当初的帮助，我可能早就撑不下去了。这瓶酒是感谢你的信任，而这个，他指了指礼盒，是我给你准备的特别礼物。我打开礼盒，里面是一份精心装裱的合同和一张银行支票。这是我疑惑地看着弟弟，合同是我公司5%的股份，以你的名义。林建国认真地解释，按照现在的估值，这些股份价值100万。而支票是我当初借你的15万的3倍，45万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我震惊地看着这些文件，建国，这太多了。我当初帮你只是因为你是我弟弟，从来没想过要回报。我知道，林建国温和地说，但正因为你从不求回报，我才更应该感谢你。那时候我已经走投无路了，连银行都不愿意再给我贷款，是你的信任和支持，让我重新找到了方向。王大伟在一旁感慨道，这就是家人之间最珍贵的关系啊，互相信任，互相支持。嫂子也是我的家人，林建国诚恳地说，希望你们能接受这份心意。看着弟弟坚定的眼神，我明白拒绝反而会让他心里过意不去。最终，
我收下了股份合同，但只接受了原本借出金额的还款，拒绝了额外的感谢金。你的成功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。我拥抱了弟弟，我为你感到骄傲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一家三口开心地庆祝着，分享着各自的喜悦和感悟。1个月后，王彤和李明的婚礼如期举行。婚礼现场布置得简洁而温馨，处处体现着新人的品味与用心。王彤穿着洁白的婚纱，不再是那个浮躁张扬的女孩，而是一个成熟优雅的新娘。让我意外的是，王彤居然邀请了我弟弟林建国出席婚礼。原来在得知林建国的创业成功后，王彤主动联系了他，希望能向他学习创业经验。其实我一直很佩服你弟弟。婚礼前夕，王彤对我说，他有目标，有担当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这是我一直缺乏的品质。婚礼上，当司仪邀请亲友致辞时，王彤居然点名要我上台。站在台上，面对所有宾客期待的目光，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。彤彤的成长，我有幸见证了全过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开始讲述，从一个任性的小女孩，到今天这个懂得责任与担当的女人。她的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。我看向台下的王彤和李明，婚姻不是爱情的终点，而是责任的开始。希望你们能携手共进，共同成长，建立一个充满爱与尊重的家庭。讲到这里，我的目光不自觉地落在了王父王母身上，也感谢2位长辈多年来的包容与爱护。虽然我们之间曾有过误解与冲突，但正是这些经历，让我们彼此理解，共同进步。说完这些，我举起酒杯，祝福彤彤和李明幸福美满，白头偕老。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，王母激动地流下了眼泪，王父也湿润了眼眶。婚宴结束后，王母将我拉到一旁，小文，这些年真的要谢谢你，如果没有你的坚持，彤彤可能永远都长不大。作为母亲，我有时候太过溺爱，反而害了孩子。妈，您不必自责，我轻声安慰道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轨迹，彤彤能有今天的改变，是她自己的选择，也是您和爸多年来良好教育的结果。王母握紧我的手，我一直把你当外人，是我的错。其实你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彤彤需要什么，也更懂得如何帮助她真正成长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真诚地说，只要彤彤幸福，我们就都开心。站在酒店门口，目送新人离去的车辆，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和与满足。时光飞逝，转眼又是1年过去。春节前夕，林建国突然打来电话，说要带女朋友回家见我们，这次是认真的，我想把他介绍给你和姐夫认识。电话那头，弟弟的声音透着掩不住的喜悦。我和王大伟欣然同意，邀请他们来家里吃饭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林建国的女朋友居然是王彤的大学闺蜜陈梦。这个温柔贤淑的姑娘与我弟弟一见如故，几个月前在王彤的婚礼上正式相识，之后迅速坠入爱河，缘分真是奇妙。晚餐时，陈梦害羞地说，如果不是彤彤的婚礼，我可能永远遇不到建国。林建国深情地看着他，我相信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。看着弟弟幸福的样子，我由衷地感到欣慰。那个曾经为了创业熬得憔悴不堪的年轻人，如今不仅事业有成，还找到了心仪的伴侣。姐夫。饭后，林建国正色道，我和陈梦已经决定订婚了。我和王大伟都为他们送上祝福。这1年来，我们的家庭发生了太多变化，
王彤结婚成家，弟弟事业有成，并找到了人生伴侣。我和王大伟的关系也更加稳固和谐。那次因借钱引发的风波，如今看来，反而成了促使大家成长的契机。春节那天，我们全家聚在一起，包括王父、王母、王彤和李明，以及弟弟和陈梦。看着这一桌和乐融融的景象，我不禁感慨万千。席间，王大伟突然站起来举杯。过去的一年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成长，有所收获。我想感谢我的妻子小文，是她的坚持和勇气，让我们这个大家庭变得更加健康，更加和谐。对，谢谢小文。王父也举起了杯子，是你教会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家人之间的相处之道。我有些动容，但还是笑着摇摇头。我没做什么特别的事，只是坚持了自己的原则而已。正是这种坚持，才弥足珍贵。王母温和地说，她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自己的不足，并有机会改进。林建国也站起来，敬我姐，一个有勇气坚持原则的人。大家纷纷举杯，笑声和祝福声交织在一起，温暖了整个冬夜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家庭关系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需要每个成员的用心经营，需要彼此之间的真诚沟通，也需要在必要时刻的坚持与妥协。最重要的是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始终是彼此的家人。这份连结不会因为一时的误解或冲突而断裂，反而会在风雨过后变得更加牢固。看着围坐在一起的亲人们，我感到一种深深的幸福和满足。那笔借出又收回的10万元，那个决绝又坚定的20万转账，如今已经不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他们所带来的改变和成长，以及那份永远不会消逝的亲情与信任。在这个温暖的春节夜晚，我们共同迎接着新的一年，也迎接着每个人崭新的人生篇章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